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老板放在眼里呀？啊，那要是喝醉了吐在沙发上、吐在床单上怎么办呢？你赔呀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是真丝产品，你1个月的工资都不能抵的。不就是几瓶玉调酒吗？至于吗？再说这吧台离展示区那么远，我是喷泉吗？我能吐那么远？那真要是喝醉了，谁知道啊？咱能讲点道理，不无理取闹了吗？你要讲道理，好，咱们讲道理。自从签了合同以后，你1个星期到店里来过几天呢？你说？上班时间自由是不是您说的呀？那是啊，但自由也有个限度啊，要不然我花钱请你来干嘛？当招财猫供的啊？您要是觉得给工资给亏了，您可以不给，我卖出去一笔单子，给我提成好啦。你卖出去什么东西了？你急什么呀？您当初要我来的时候可不热副嘴脸啊！您说过变脸吧？你看你什么态度？我还有事儿要找你算账呢。我可是看着监控的啊！关门以后，你带着那些不三不四人到店里来，搞得一团糟，有吗？你说？如果你真有人脉带来大单，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。这吧台搭了10天半个月了吧？你一笔单都没下呀，净在瞎胡闹。怎么胡闹啦？您老是吃了陈年臭豆腐吧？还不三不四的人，还调监控，我还要告您窥探我隐私呢。拿来。什么？门卡。以后我自己开门锁门，不用你。你可别后悔。我派书文化不高，还不知道后悔这俩字怎么写呢。我明天就让人把吧台给撤了。真正的 queen 光自己打扮漂亮是不够的，家居也要光彩照人。今天下午2点，小众家居店直播，还有超多福利。自你进家。小闯啊，真没想到，你随便说2句就卖出去3套，而且是店里最贵的。直播卖货好处大了去了，绝对是大势所趋。今天啊，是我临时开直播看的人少，要是提前预热一下，卖出去的可不止3套。哦，那你以后好好准备一下吧。直播卖货太累了，看我心情吧。哦，这个你拿着。干什么啊？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我现在已经有备用门卡了，这个你拿着。我经常看货进货的，不在店里，你拿着你方便。那可不行，万一店里丢东西啦，有人看了监控又要说带了不三不四的人来，怎么办呀？以后啊，你该下班下班，你朋友愿意来坐坐啊，我们随时欢迎。开门做生意嘛，就是图个人来人往。他们是朋友，也是潜在的客户啊。吧台都拆了，朋友来干嘛？谁说拆的？这花钱大的拆它干什么？又不拆啦？不拆了，给你留着。来，拿着，以后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见钱眼开。小爽，你真的在这里呀？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了你的直播，然后一搜，发现这家具店就在我附近。你说巧不巧？这么久没有见你，没想到你还和以前一样漂亮。哦不，是比以前更漂亮了。这么久没见，还和以前一样花言巧语啊？你不会变成跟踪狂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刚好要来买家具。派叔，啊，你招呼一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哎，韩爽，你去给他介绍一下，再卖出去1套，我给你加10%的提成。我韩爽是什么人啊？我要是想靠前男友赚钱啊，谁来你这破店上班啊？
韩爽，哎，爽，你别走啊！你不给我介绍介绍吗？哎，这套沙发怎么样？哎，你去过我家，和我家客厅搭不搭？不搭，不合适。大叔，先走了。爽，先生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套沙发是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买了。先生，我给你打8折啊！要懂啊，就把这个事情全部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你在这瞎讲，是不是？袁教授，根本都。袁教授，同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刚刚听了您的课，有个疑问。说说。您说保护大数据信息的有效措施是基于开发公司的良心，还有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。哦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供更安全的锁，但是呢，这个锁能不能用上，取决点并不在于我们造锁的人身上。那如果在建房子的时候，为这栋房子特制一把安全锁呢？小姑娘，你是几班的？你可以把你这个想法呀，好好的构思一下，然后写出来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对不起，袁教授，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。袁教授，您能给我几分钟时间？胡闹！小王，哎，叫保安来，这里有不是本校的人在捣乱，赶他出去。哎，袁教授，哎，我们袁教授不接商业活动的，你别再来烦他了。我们不是商业活动。再怎么赶时间也要吃饭的呀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有点急事儿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怎么你也找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们活动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小李，到。你好，袁教授，您下班了。他不住在我们这小区，不能进啊。是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我们的经营论坛真的是公益性质的，不是商业性质的。也不能大声喧哗。再见。夏小妍同学，你这才去新公司几天啊，就累出黑眼圈了，小心未老先衰啊！喝杯果汁，补充一下维生素 C， 挽救一下你的皮肤吧。他不想参加商业活动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们的活动明明不是商业性质的，他为什么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呢？哎呀，你就别想了，有些人的脑子呢，不是我们都能明白的。你说袁教授一个搞网络安全的，随便去哪个公司不是高薪啊？非要留在学校搞学术，当一个穷教授，跟小磊一样不开窍。哎，我突然间想起一事儿啊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给小磊介绍过一个高薪兼职，他也是说什么都不去，非要留在那书店打工。我当时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为什么。小磊肯定是觉得你那兼职不靠谱，在书店打工更稳定。才不是呢！你看，你也想不通吧？我也是过了大半年才知道，他跟我说那时候书店2楼有一个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，他就是为了照顾那窝猫，才不肯换工作的。猫？对啊，莫名其妙。顽固的人都有坚守，有铠甲就有软肋。这个袁教授的软肋到底是什么呢？夏言，我叫你过来是来陪我聊天的，你就只知道忙工作。喂，半年前袁大海也参加过其他公司的活动吧？这几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什么？共同点。哦，我发现第一家公司是苏大计算机系的合作单位，第二家公司的 CEO 是他的学生。也就是说，都跟他的学生有关。好像是，而且我还听说，1年前袁大海帮他的学生联系了一家公司赞助，想做一个研究课题，但是因为学校的阻拦泡汤了，因此袁大海还找到学校领导大吵了一架。没想到，这袁大海对他的学生那么好。那不是一般的好啊！
总之谢谢你，有什么新情报你再告诉我啊。当初他以为我是学生的时候，对我也挺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学生就是袁教授的小猫。虽然不知道他拒绝我的原因，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。这什么？是校招实习生的策划案。校招实习生跟运营部有关系吗？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好，就替人事部讲方案。你要是对他们工作那么感兴趣，可以申请调离运营部啊。薛总监，我是为了安全论坛主讲嘉宾的事情做的这份方案。公司办事有章程，你的意思是以后每请一位嘉宾都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改变章程吗？可是方案不通过，出去。好。哎呀，终于下班了。今天什么日子？大家都不需要加班呢？夏言，你也忙完了？难得今天下班早，要不然咱俩一块吃火锅去？夏言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校招实习生方案，你要给人事部献策啊？唉，已经被否决了。我给财务部的方案也被否决了。哎呀，奖金真是不好赚呐。什么奖金？你不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你刚来啊就接手了小齐的工作，你没参加新员工培训。咱们公司啊有一个人才激励政策，所有的员工呢可以跨部门献策，一旦被采用就会有奖金。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我觉得跨部门，怎么献策啊？就很简单啊，就比如说你这个方案吧，你就可以用 OA 传给人事总监。艾米，你真的是我的大救星。你不是说被否决了吗？徐总，你找我有事吗？着装不错，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一点儿。要是没有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去找袁大海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人事部的批复，你提交的校招实习生方案已经通过了，是为袁教授准备的吧？切入点不错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袁教授捉摸透，并且知道他爱惜人才，还知道拿公司的政策为你所用，值得鼓励。谢谢徐总夸奖。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别喝咖啡了。饮水机那儿不是有花草茶吗？该休息的时候就得好好休息，别到时候分了手，怨工作拖累了自己。哎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，但我这都到家门口了，没有办法呀。对，我就在家楼下呢。你好，是不是？不是本小区业主不能进。我是这小区的呀。请刷卡。卡不是找不见了吗？你帮我看一下啊。摘下眼镜就能找得到。摘呀，摘呀，你倒是摘呀。再见。你好。
袁教授，袁教授，袁教授。袁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脚没事。袁教授，这有一份策划案，您看一下。为了帮资本家来忽悠人，值得这么拼吗？袁教授，您是一位老师，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学生以后努力工作吗？我教的学生都是做技术的，跟你不一样。他们通过努力所得到的，都是真实的成果。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产品，我们努力的成果是让产品被更多人认识。不必说了，你去医院看一下你的脚吧，医药费我来付。我的脚没事儿。你还挺诚实的。我从来不说谎的。袁教授，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活动无关，是关于您学生的，所以还请您看一眼。我的学生？所以，你们想利用我的学生来跟我交易？不是的，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，我们公司很需要他们。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审批，不管您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都会执行的。你这就是活动策划？对，请您过目。我不看，我相信这份策划写的一定非常好。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按照这个策划去执行呢？袁教授，这份策划书将由公证处公证，并由他们监督。如果有任何违背了公益精神，或者是违背了这份策划书上的内容，我们公司不但会赔偿您巨额的赔款，还会由公证处发布公告还您清白。这个你能做主？这个我倒是不能做主，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，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个要求，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袁教授，那如果公司答应了，您是不是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论坛了？你的脚真没事吧？谢谢你，谢谢袁教授。论坛嘉宾的邀请情况怎么样？问题都解决了吗？袁教授已经答应做主讲人了，夏言已经把签好的合作协议带回来了。答应了。对，协议在这里。校招实习生，谁给你的资格让你替公司做决定，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易的？签这份协议之前，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人事部的审批，还有备案了。人事部。其他问题还有吗？根据嘉宾的邀请情况，通稿和物流我们已经对外投放一部分了。前几天和总监您讨论过的关于秀我新版本第2季度的线下活动达人秀，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。这次不仅有线上作品的投票比赛，还有线下的培训活动，所以我们前期接触的部分网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推掉了。还差多少？还差15个。运营部现在的工作效率都这么低了吗？你们是都当末位淘汰制闹着玩是吗？秀我新版本下个月就要上线了，活动必须按期举行，意味着你们至少要提前半个月积极预热。一共才50个人，给我差15个，这个月绩效还能不能完成了？ 50个人。
Amy，既然你无法胜任，就把手头工作交给夏言。SG 从来都是效率为先，能者多劳，我们不给任何人机会拖公司后腿。所有人提高警惕，打起精神，不要以为走了一个小棋，你们每个人就多了3个月的时间。林浩学长，小磊，你下班了？你是来找夏言的吧？嗯，我们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，庆祝他工作成功迈出的一小步。我还给他买了红酒呢。真贴心。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不用，一起啊！我买了3个人的量，你也好久没尝过我的手艺了吧？那我今天晚上可以跟着夏言沾沾光，有口福了。走吧。嗯。用我帮你拿吗？不用不用。油焖大虾出锅了！哎，你别动，随时上到手。过来。好。这种事啊，是男人干的。这都几点了，夏言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学长，要不你跟他联系一下吧。那我去给他打个电话。好，我倒酒。喂，亲爱的。你现在不会还在公司吧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我一忙就忘记看时间了。是不是饿了？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儿。要不然你跟小磊先吃吧，我这赶紧忙完了，然后我再回去。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我一定会尽快回去的。行，你路上别着急，注意安全。饿了的话就去楼下便利店买点吃的，先垫垫肚子。好。那我先工作了。夏言怎么说啊？他在加班，晚点回来。好吧。还没下班？徐总，没事，坐。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，所以我加了个班，整理点方案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，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，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。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，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。听薛总监说，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。还差15个。看什么呢？笑成这样。你看看，这小孩是不是挺逗的？小胖子哈。逗吧？还穿个恐龙的衣服。饿了吧？要不我去把汤端出来，我们先吃。要不等夏言回来我们一起吃吧。没关系，等他回来我再给他做嘛。那我去吧。没事没事，坐着去。来，汤好了，我拿下垫子。小心点。冬菇乌鸡汤，你们女生喝了补气养血。来。好香。
香了，真羡慕你们。你说当时我们学校啊，有那么多对儿，我们认识的人里面，到现在还在一起的，也只有你和夏言了吧？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。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，写了个方案初稿。我看看。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，普遍都是长相漂亮、打扮精致的女生，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在尝试，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，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？像互联网这种讲求效率的公司，它现在又在 SJ 这种大公司，而且又是在试用期，竞争压力肯定太大了。如果想留下来，必须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努力。我明白，像我们这种从外地来这打拼的年轻人，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、有前途的工作，站住脚，太难了。我弟前2天还说，最近要过来找工作呢。我帮他递了好几份简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说现在本科生、研究生，他们都找不到工作，那我弟一个大专生，他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啊？弟弟学什么专业的？市场营销，还没什么工作经验。要不你把他简历给我一份，我帮他留意一下。还是算了吧。学长，你刚回来工作，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忙得过来呢，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有什么呀？你是夏言的闺蜜，也是我在学生会就认识的小学妹，力所能及忙帮一帮，有什么麻烦的？真的不麻烦吗？你回头把他简历给我就行。那我替我弟，我敬敬学长。太客气了，来。别光顾着说话呀，快吃呀！好。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最近一家计算机培训学校在跟我们谈购买软件的事，可能是他们，我去接一下，你先吃。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，音乐。网易云音乐，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。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、很流行的歌曲，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。徐总，你觉得呢？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。行。吃饭吧。不了。紧张什么？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。不是，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。那这份沙拉我吃了，徐总你不介意吧？吃这么少？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。这鸡蛋给你吃吧，我不爱吃。您不吃就放着呗。浪费可耻。